美国 IDW 出版社曾在2022年推出《哥吉拉大战恐龙战队》这部超狂的漫画。在故事里，哥吉拉手撕龙皇凯撒，死战大兽神，甚至还得面对来自盖刚以及王者基多拉的末日威胁。这场融合了恐龙战队和哥吉拉宇宙的混世大战究竟因何而起？这一切还得从无恶不作的幽冥女王得到一件神奇的宝石开始说起。在琼山峻岭间的一座古老的神庙，绿衣战士大明正在追踪幽冥女王的踪迹。只见他们袭击了这座古庙，杀尽所有僧侣，只为了得到一件可以穿越到另一个宇宙的神器，一颗可以开启多元宇宙的宝石，叫做多元宇宙之心。原来幽冥女王早已受够和恐龙战队纠缠不清的日子，她渴求逃到一个没有恐龙战队的世界，让她在那片新天地可以征战四方，统霸天下。眼见敌人即将实现这个邪恶的计划，绿衣战士立马挺身而出，一个飞踢便朝天狼将军的下巴踹去。看到恐龙战队又来破坏他的计划，距离穿越只差临门一脚的幽冥女王马上施展法术，一旁的天蝎妖女则与绿衣战士展开战斗。刚刚被踹到一旁的天狼将军也加入战局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多元宇宙之心和幽冥女王的魔杖结合，只见天际间迸发出万丈光芒，幽冥女王的魔杖发出雷霆万钧的魔力，把所有人都席卷而去。众人从天而降，坠落在一个乌烟瘴气的世界中。幽冥女王环顾四周，原来这还是他们熟悉的天使丛林都市，不过一件破瓦残垣的环境，寸草不生，毫无生气。他便知道他的计划成功了。这是一个没有恐龙战队的宇宙，因为有恐龙战队守护的世界，不可能会有如此般的末日景象。不过伴随而来的另一个问题是，究竟是何方神圣摧毁了这颗地球？一阵怒吼从幽冥女王的背后袭来，她侧身一看，只见两头拔地倚天的巨大怪兽正在决斗。哥吉拉的原子吐息和梅加洛头上独角发射的激光碰撞，摇山震岳的能量撕裂了这座都市。梅加洛这头怪兽出自东宝哥吉拉系列1973年的作品，描述人类由于进行核试爆影响到了海底王国的生活，因此他们派出王国的守护神梅加洛攻击地表。梅加洛是一头外形酷似独角仙的类昆虫怪兽，除了头上的激光，两手还能合并为钻头来进行土遁，也可以作为武器攻击敌人，并且它也能够从口中吐出燃烧弹进行远程攻击。在去年庆祝梅加洛登场50周年的纪念短片中，这家伙以全新的姿态再度亮相，并且和哥吉拉展开超燃的战斗画面，再度掀起东宝哥吉拉的讨论热潮，也圈粉无数。眼见哥吉拉和梅加洛两兽间的战斗可谓先雷绝电，众人无不啧舌。无恶不作的幽冥女王意识到，原来这个宇宙早就蕴含了毁灭的力量，并且凭着直觉找到了幕后始作俑者，也就是悬浮于天空观察这场战斗的外星飞碟。幽冥女王魔杖一挥，把身边的所有小喽啰随同自己一并传送到飞碟里。飞碟操纵室内，头戴天线的外星人便是哥吉拉宇宙里的 X 星人。趁他们还来不及反应，天狼将军和天蝎妖女先发制人，制服眼前这群长相猥琐的天线宝宝。与此同时，梅加洛也在哥吉拉无坚不摧的原子吐息中被喷得灰飞烟灭。幽冥女王看上了哥吉拉超群绝伦的战斗力，决定把他招入自己的麾下，可身后却传来一阵鄙夷的嘲讽，原来是 X 星人的最高指挥官前来谈判。指挥官说， X 星球想要征服地球很久了，可是一直找不到任何办法制服哥吉拉，他们曾召唤出许多怪兽和哥吉拉厮杀，就像刚刚被摧毁的梅加洛，不过个个都败下阵来。幽冥女王一听，高兴极了，原来这群外星人和他一样都是使用怪兽进行破坏的同道中人，因此便打算和对方合作，一起消灭哥吉拉。画面回到绿衣战士，因为穿越的强大能量而晕死过去的他，好不容易清醒过来，却看到一头漆黑的巨兽矗立在被毁灭的天使丛林都市中。不知道已经穿越到另一个宇宙的绿衣战士，以为这又是幽冥女王派遣出来大搞破坏的怪兽，立马召唤出龙皇凯撒，和眼前的巨兽决一死战。有趣的是，哥吉拉看见龙皇凯撒前来叫阵，却没有任何行动，看来哥吉拉感受到来者并无恶意，所以才没有发动攻击。原以为终于逃到一个没有恐龙战队的世界，结果这群死缠烂打的对手还是找上门。不过女王知道对方才一个人，势单力薄，因此发动魔法控制哥吉拉，打算杀了眼前这个老对手。被魔法控制的兽王哥吉拉顿时暴走，和龙皇凯撒打起来。
不过哥吉拉实在太强大了，女王的魔法很快便失去控制。不过阴阳差错之下，这一场守护者之战已经开打。龙皇凯撒神龙摆尾刺穿哥吉拉的肚皮，哥吉拉右爪一挥，撕裂了龙皇凯撒的胸甲。一来一往，两者都受了重创。绿衣战士评估了战局，认为不宜近战，便拉开距离，从龙皇凯撒的指尖发射火炮，强大的火力把哥吉拉炸得往后飞去。被一顿狂炸的哥吉拉怒了，万丈身躯侧身一摆，巨尾朝对手扫去，龙皇凯撒倒地不起。这时哥吉拉背鳍发出湛蓝的光辉，随后强大的原子吐息从嘴里射出，龙皇凯撒被轰得几近半残。绿衣战士被吓呆了，纵观他征战百兽的战绩，从没遇过如此强劲的对手。就在此千钧一发之际，恐龙战队全员杀到，前来支援绿衣战士。关于恐龙战队为什么也可以穿越到这个宇宙，原来是当绿衣战士消失后，宙威便召集恐龙战队，一旦绿衣战士再度使用恐龙能源币的力量，宙威便可以把恐龙战队传送到他身边。而当绿衣战士召唤龙皇凯撒时，便让宙威可以追踪到他。前来救援的恐龙战队早就做好准备，知道眼前这头巨兽远比他们过去任何敌人都要强大，因此马上召唤了战斗恐龙进行合体为大兽神，一拳便朝哥吉拉揍去。哥吉拉敏捷地闪躲到一旁，使用原子吐息朝对手射去，大兽神立马使用猛犸盾抵挡。正当两者战得天昏地暗之时，绿衣战士本想再度操纵龙皇凯撒加入战局，援助恐龙战队，却被天狼将军乘虚而入，一刀划开他的背部，打算把他带回给幽冥女王，让他再度成为为女王而战的邪恶战士。熟悉恐龙战队的粉丝应该不陌生，绿衣战士曾被幽冥女王洗脑，成为与恐龙战队为敌的强大敌人。这一次也一样，女王打算故技重施，将这份强大的恐龙能源重新纳入自己邪恶的力量之中。面对哥吉拉强而有力的攻击，大兽神决定放大招，召唤了恐龙剑。而哥吉拉也不示弱，直接把原子吐息的能量蓄满，决定一招定生死。作为这个世界最强大的战力，迎战另一个宇宙最强大的存在，只见大兽神的胸甲被哥吉拉轰烂，可是恐龙剑也穿透哥吉拉的胸膛。这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大战，最终落得两败俱伤，玉石俱焚。眼见在新世界的所有阻碍都倒下了，幽冥女王得意洋洋地笑出声来。不过 X 新人指挥官说别高兴得太早，按照他们过去和哥吉拉作战的经验，这家伙才没那么容易被干掉。因此幽冥女王决定乘胜追击，派出 X 新人的飞碟大军袭击奄奄一息的哥吉拉和大兽神。正巧这时褪去战衣的绿衣战士被带到女王面前，其恐龙能源币被夺走，失去力量的他只能眼睁睁看着女王欺凌他的队友。突然天摇地动，虚弱的哥吉拉尾巴一甩，打落袭击他的飞碟，并且逃离战场，潜到深海里去了。原以为哥吉拉必死无疑的女王，眼见这头巨兽接连对战梅加洛、龙皇凯撒以及大兽神，竟然还有力气做出这番垂死挣扎，也感到错愕不已。面对如此桀骜不驯又誓死不从的怪兽，邪恶的幽冥女王也不敢把它收入麾下。看到女王的反应，绿衣战士才意识到，这头无可匹敌的巨兽原来并不是女王召唤出来的，它本身就是这个宇宙蕴含的防卫力量。至于能量几近枯竭的大兽神，已经无力反抗飞碟的袭击，唯有解体为战斗恐龙，让战斗恐龙到一隐蔽处进行自我修复。而恐龙战队则就地考察，想要搞清楚他们到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宇宙。他们褪去战衣，在满目疮痍的都市里找到了落难的人类。通过当地人，恐龙战队得知哥吉拉是一股可怕的力量，它既为这个世界带来毁灭，却也是唯一可以阻挡侵略者全面征服地球的存在。换句话说，哥吉拉就像是霸道总裁，平常闲来无事便虐爆地球，可是当地球遭遇危机时，他又挺身而出，化作守护神。恐龙战队这时才恍然大悟，原来他们打错了人，他们的敌人并非刚刚那头漆黑巨兽，而是死对头幽冥女王以及入侵这颗星球的 X 星人。不过他们当务之急是要找到绿衣战士。他们来到一艘被击落的飞碟，蓝衣战士原设定上便是战队的大脑，善于思考，精通高科技，因此很快便骇入 X 星人的系统，操纵飞碟飞往幽冥女王所在的母舰。侵入母舰后，他们一路过关斩将，
杀到女王面前。顿时，三方人马展开战斗，而 X 星人决定趁此机会推进他们侵略地球的第二个环节。只见指挥官说出释放盖刚，顿时一头双臂长着大钩爪的邪魅巨兽从空中杀出，直扑被当作避难所的游乐园。盖刚是一头跟基多拉一样来自外太空的怪兽，它不仅杀兽不眨眼，更被怪兽迷称为哥吉拉系列电影中最血腥、最残暴、最邪恶的怪兽。盖刚最大的特色就是头不像鸟，背后有3片翼状的鳍，武器有双手上的钩爪、胸前的电锯，以及从眼睛上方射出的红色射线。眼见如此巨兽登场作乱，扶危济困的恐龙战队唯有停下战斗，暂时抛下绿衣战士，再度召唤战斗恐龙赴往战场。尚未恢复完整机能的战斗恐龙分散开来，对盖刚发起攻击。可是这些攻击对盖刚来说毫无杀伤力，战斗恐龙唯有再度合体为大兽神，在机体崩溃前，但求速战速决。突然，盖刚抱起大兽神，使用胸前的电锯给予痛击，而幽冥女王再次发挥趁你病要你命的阴招。只见他换来专门制造妖兽的鱼匠人，往战场投入了犀牛毁灭者和巨眼怪，来个3打1，打算一劳永逸地让恐龙战队消失在这个世界。混乱的战局中，大兽神拔起摩天轮往犀牛毁灭者砸去，并在盖刚向其逼近时将巨眼怪踢飞。不过妖兽和盖刚很快便重整旗鼓，各自发出激光围剿大兽神。之所以称幽冥女王派出的怪兽为妖兽，是因为它们具备对话的能力，和一般哥吉拉宇宙里只会嘶吼的怪兽是不同的。而飞碟母舰中，幽冥女王正施展魔力，打算将绿衣战士洗脑，可是绿衣战士负隅顽抗，让女王无法得逞。愤怒的女王打算将绿衣战士打入牢房，等待时机成熟再来对付他。绿衣战士被押走前还耍了嘴皮子说恐龙战队会阻止你的，不过女王嗤笑道今非昔比，如今他有了 X 星人的怪兽加持，加上自己阵营的妖兽，这样一支巨兽大军所向披靡，无人可挡。当他得到所有 X 星人的怪兽后，他便会背叛 X 星人，并且找到一种能让所有怪兽都听命于他的咒语。到那时候，他会使用多元宇宙之心再度回到原本的宇宙，届时所有世界都会臣服在他的脚下。被围殴的大兽神不知倒地，红衣战士唯有把能量集中在大兽神头部，展开雷射攻击，把敌人通通震开。随后再度和敌人展开肉搏战。这时不远处的海面翻腾，渗透出湛蓝色的光芒。就在盖刚即将被刺大兽神之时，突然一股汹涌澎湃的强大能量袭来，把盖刚击飞。一副巨大的身影破水而出，原来是刚刚躲入深海养精蓄锐的哥吉拉再度来袭。苦涩的战局加入了一名强大无比的新选手。只见大兽神、盖刚、巨眼怪和犀牛毁灭者吓得动都不敢动。哥吉拉以排山倒海之势缓缓走来，突然一招神龙摆尾，盖刚和大兽神猝不及防，被击倒在地。随后再用原子吐息朝2只妖兽喷去，一登场便横扫四方，怪兽之王的名号当之无愧。盖刚和妖兽们合力围攻哥吉拉，哥吉拉再度喷出原子吐息，把在场所有敌人都轰飞。哥吉拉虽然刚刚都在深海休息，不过其实他被大兽神恐龙剑贯穿的伤仍未痊愈，加上以寡敌众，体力逐渐不支。恐龙战队寻思要如何让哥吉拉知道他们同属一个阵营，都是为了保护这个世界而战。蓝衣战士推测哥吉拉以能量为食，他现在之所以如此衰弱，是因为他体内的能量从伤口里倾泻而出。此时巨眼怪、犀牛毁灭者和盖刚围堵哥吉拉，朝他发射光束攻击，哥吉拉命悬一线。就在这个危急时刻，恐龙战队召唤了恐龙剑，倾尽所有能量轰向哥吉拉。只见哥吉拉的伤口迅速密合，仰天怒吼，发出万丈雷霆，重现兽王之姿。重新补满血的哥吉拉看向大兽神，给予肯定，随后用他的大尾巴给犀牛毁灭者一个大耳光，将他击向大兽神那。大兽神抄起恐龙剑，大力一砍，把这头妖兽送回阴曹地府。至此，恐龙战队和哥吉拉正式成为战友，一起合力歼灭眼前的盖刚和巨眼怪。哥吉拉用原子吐息把巨眼怪轰得稀巴烂，而盖刚这家伙自知不敌满血的哥吉拉，飞往宇宙逃命去了。幽冥女王眼见派出的巨兽全部落败，气得直哆嗦，
不过鱼匠人制作妖兽需要时间，因此女王找上 X 星人指挥官要更多怪兽。指挥官说，刚刚的盖刚是他们最顺从的怪兽，如果再召唤出其他怪兽，战局将一发不可收拾。不过幽冥女王本来就是为了毁灭而生，她要的就是混乱，因此不管3721，总之 X 星人就是要把怪兽给召唤出来。不过女王也担心届时怪兽不受控反杀回来，因此加注魔力在天蝎妖女身上，让她化身为妖兽，引领怪兽加入新一轮战斗。另一边厢，大兽神正在进行自我修复，哥吉拉则在一旁观察着这一位先前差点诛杀他的对手。突然一个身影从中杀出，只见天蝎妖女领着哥吉拉宇宙的昆虫怪兽大军来袭，丝毫不给他们喘息的机会。螳螂怪兽卡马奇拉斯、蜘蛛怪兽库蒙加和超翔龙美加基拉斯在天蝎妖女的指挥下，使出浑身解数，群起对大兽神和哥吉拉发起攻击。兽王哥吉拉不厌其烦，张嘴便射出原子吐息，把天蝎妖女和蜘蛛怪兽库蒙加轰到一边去。另一边的大兽神头部发射激光，把眼前的超翔龙电得连渣都不剩。看到战无不胜的哥吉拉和大兽神再次扭转战局，幽冥女王差点气出内伤。偏偏这时蜘蛛怪兽库蒙加却转向攻击天蝎妖女，果真验证了 X 星人指挥官所说，除了盖刚，其他怪兽都不受控制。此时哥吉拉大尾一摆，把蜘蛛怪兽库蒙加砸得粉碎，大兽神一脚踹死螳螂怪兽卡马奇拉斯，而一旁的天蝎妖女则趁机落跑。面对这惨不忍睹的败局，幽冥女王狗急跳墙，直接威迫 X 星人指挥官拿出最可怕的怪兽，但是指挥官宁死不从，毕竟他们本来就只是为了征服这颗星球，获得地球上的资源才展开侵略，而不是像幽冥女王一样纯粹为了毁灭。因此如果没有100%的胜算，他们绝对不会再召唤怪兽，即使是最恐怖的0号怪兽也不行。这话气的女王浑身是火，直接叫来天狼将军和鱼匠人夺取 X 星人的怪兽库，并从中召唤最可怕的怪兽。只见风起云涌，雷鸣电闪，一头遮天蔽日的硕大怪兽从天而降，相较之下，哥吉拉和大兽神在他面前就像是个可爱的娃娃。这便是0号怪兽王者基多拉，摇山震岳的气势威慑四方，让幽冥女王也洋洋得意起来，认为这一局稳了。基多拉朝敌对阵营发动攻击，仿若雷霆万钧的引力射线把哥吉拉和大兽神击飞。好在大兽神有猛犸盾抵挡，站稳脚步后提着恐龙剑便上阵迎敌。无奈两者间的体格根本就不在同一个档次，王者基多拉的2条巨尾身前一绕，便把大兽神卷上天，将其扔进下面的海洋中。这一招在怪兽之王里也有出现。随后基多拉再度用引力射线电爆大兽神，这时一道激光轰击基多拉，原来是哥吉拉的原子吐息前来救场，被击落海面的基多拉阵脚大乱，哥吉拉迈开步伐加入战局，在海中与基多拉展开肉搏战。基多拉用尾巴缠住哥吉拉的脖子，打算耗尽怪兽之王的能量。幽冥女王深深被这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大战所吸引，因此乘着 X 星人的指挥剑凑近去看，没想到却吸引了基多拉的注意，3道引力射线直接往指挥剑轰过去。面对着突如其来的攻击，女王一行人惊慌不已。果然基多拉和哥吉拉一样是没法驯服的超级大怪兽。此外基多拉的攻击也打乱了指挥剑的系统，让绿衣战士得以逃脱。此时基多拉再次锁定哥吉拉和大兽神，威力无穷的引力射线绵绵不绝的输出，把大兽神的系统彻底瘫痪。一旁的哥吉拉也被轰得七荤八素，最终双双倒在被王者基多拉阴影笼罩的海中。不过基多拉并未就此收手，继续喷射出引力射线轰击。幽冥女王见阻扰他的力量已经溃败，便叫鱼匠人把基多拉送回去。不过 X 星人的系统却不见反应，这时基多拉便攻击唯一还会移动的物体，也就是 X 星人的指挥剑。指挥剑里天翻地覆，慌乱中绿衣战士碰见了一个 X 星人。原来这 X 星人是来帮助他逃脱的，因为幽冥女王早已经对他们征服地球的行动造成太大的破坏，所以他想要帮助恐龙战队挽救这个宇宙。他把恐龙能源币交还给绿衣战士，让他可以取回力量，再度变身。基多拉对指挥剑穷追猛打，不过飞船的传送装置出了问题，所以没办法把基多拉送回去。
天狼将军自告奋勇地说，他愿意出去迎战基多拉，把基多拉的头全剁下来，再用基多拉的精灵来点缀他的盔甲。瞧瞧这天大的口气，真的太大了。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倒也无计可施，唯有让天狼将军前去迎战。不过女王估计这货上阵3两下功夫就嗝屁了，所以也把于匠人手头上所有妖兽送上战场助阵。刹那间，各种各样的攻击把基多拉从空中击落在地。只见在女王的魔法下，天狼将军率领众妖兽横空杀出，形成5妖战1兽之局。不过这群乌合之众一出场便被基多拉虐爆。只见基多拉先是用引力射线招呼他们，再利用双翼卷起旋风，以秋风扫落叶的姿态将这群妖兽打得溃不成军，就连天上的 X 星指挥剑也受到波及，坠落在地。幽冥女王难以相信她精锐的部下竟然如此不堪一击。刚刚派出去的妖兽军团现在只剩下天狼将军和天蝎妖女。这时大兽神杀出，和基多拉再度开打。得益于刚刚这群妖兽的出现，为大兽神争取了自我修复的时间。大兽神和基多拉陷入苦战，绿衣战士则离开 X 星指挥剑，回到龙皇凯撒，重新加入战局。龙皇凯撒一上阵便扑到基多拉，在其他恐龙战队的欢呼声中，对着基多拉的肚子就是一顿狂揍，从陆地把基多拉一路打到海洋里。这时哥吉拉破水而出，拽着基多拉就往海里钻去，两兽在海中扭打起来。不过恐龙战队知道遍体鳞伤的哥吉拉并没有办法制服基多拉，因此半残的大兽神和满血的龙皇凯撒进行合体。只见耀眼的光芒中诞生幽冥女王一行人最恐惧的存在，也是恐龙战队宇宙的战斗力天花板——兽地大兽神。天狼将军和天蝎妖女看到兽地大兽神的出现，差点吓尿，马上闪退到女王身边讨抱。深海毕竟是哥吉拉的主战场，基多拉想尽办法浮出水面喘气。而在一旁伺机以待的兽地大兽神一看基多拉现身，马上火力全开，将全身能量汇聚胸前，射出必杀技帝国总攻击，把基多拉轰飞。基多拉毕竟是哥吉拉宇宙最强反派，很快便重整旗鼓，再度喷射引力射线袭向兽地大兽神。不过当哥吉拉站稳阵脚后，便和兽地大兽神一起加杀基多拉。只见兽王哥吉拉使出毕生精力轰出原子吐息，兽地大兽神再度使出帝国总攻击，在2股异常能量的轰击下，基多拉发出无尽哀嚎，浑身精灵随着生命的消逝失去光彩。哥吉拉举起基多拉的身子往地一砸，基多拉动也不动，号称最恐怖的怪兽王者基多拉就此落败。哥吉拉仰天长啸，壮怀激烈，一旁的兽地大兽神和他肩并肩，一同分享这份得来不易的胜利。不过哥吉拉很快便注意到在上空跌跌撞撞的 X 星人指挥剑，原来幽冥女王一行人打算趁机逃走。哥吉拉一道原子吐息把他们击落，本想逃到其他宇宙的幽冥女王在强大的震荡中手杖猛摔倒地上，多元宇宙之心就此碎裂。虽然天狼将军和鱼匠人对破碎宝石的魔力感到担心，不过幽冥女王毕竟是混乱毁灭的制造者，她仍旧使用魔法激活多元宇宙之心，在恐龙战队和哥吉拉面前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原以为战事告一段落，谁知道哥吉拉竟然对兽地大兽神发起攻击，原来是哥吉拉霸道总裁的性子在作祟，他不容许这颗星球出现足以挑战他地位的强大敌人。现在所有威胁都消失了，因此兽地大兽神便成为哥吉拉的眼中钉。只见两强分别使出自己的拿手绝活必杀技，2道激光发出万丈光芒。不过恐龙战队并不如哥吉拉一般争强好斗，他们在这个宇宙已经完成了任务，因此召唤宙威把他们带回原本的宇宙。在这场浩劫中残存下来的 X 星人余党，在指挥官的召集下，打算乘坐逃生飞艇回到他们的家乡，好再次率领大军前来征服地球。不过指挥官的话还没说完，这一票人便被哥吉拉的原子吐息轰得灰飞烟灭。在这宇宙，哥吉拉终于迎来专属他的胜利，成为这个世界至高无上、盖世无双的存在。回到恐龙战队的指挥中心，众战士很高兴能从幽冥女王的魔掌中解救另一个宇宙。不过宙威说幽冥女王总是会找到办法卷土重来，只是现在她被困在一个破碎的多重宇宙里，只能无尽地漂浮在许多不同的维度之间，而每一个维度都存在着不同的哥吉拉或是恐龙战队。一心想要逃离哥吉拉和恐龙战队的幽冥女王，
只能嘶吼着说，无论他去到哪里，他都能看到那些可怜的孩子和那只可怕的蜥蜴。至于故事是否就此结束，若在2022年，或许还是个问号。不过随着漫画故事大受欢迎，现在官方已经确定在今年4月推出续集，而续集故事中更有太空哥吉拉的登场，让人非常期待。喜欢《哥吉拉大战恐龙战队》这套漫画故事的朋友，不妨点个赞。届时，本频道将继续推出相关影片解说。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，感谢你的观看和支持。若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给我小小的鼓励。我们下回见。